为了参观沉睡100年之久的泰坦尼克号残骸，5名欧美富豪不惜花重金乘坐私人潜水艇下海探险，结果全军覆没。在悲剧发生之后，其中的引擎逐渐浮出水面。原来人均25万美元的参观位，里面连腿都伸不直，只能盘腿坐着。而且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，操作器竟然是一个游戏手柄改装的，这不禁让人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前几天的这起国际悲剧，想必大家都看到了吧？我也是在过端午度假期间收到了各种私信和艾特，希望让我来讲一下这起事故。那么今天我就从头到尾把整件事情叙述一遍，可能来的有点仓促，有点晚。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好的，还请大家指正补充。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起事故的始末。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讲，对泰坦尼克号的印象还停留在那部好莱坞经典大片。没错，为了让电影能够更加完美地呈现灾难的真实感，导演卡梅隆曾经下海33次探访泰坦尼克号的残骸。他还说过，如果在海洋里面听到爆裂的声音，先不要惊慌，因为真出事的话，身体瞬间就会被挤成肉泥，甚至连害怕的时间都不会有。可无论如何，人们始终对泰坦尼克号沉船的兴趣只增不减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想要亲眼见证沉船残骸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一般都是科研团队前去考察，又或者就是超能力，富豪愿意花重金前去探险。除此之外，其余的人是沾不上边的。而美国一家名为海洋之门的私营公司，本身就是为旅游、工业、研究和勘探提供载人潜水器的。为了抓住这一市场需求，专门开办了泰坦尼克号沉船的探险路线。为了营销，该公司将这条线路吹嘘成世界上最难忘、最特别的旅程。至于大家担心的安全问题，该公司也表示，自家的潜水器获得了大量科学家和探险家的认可，所以它似乎就是各位富豪们的最佳选择。确实，25万美元的费用已经劝退了绝大部分人，但对于富豪来说，花这一点钱却能亲眼看到100年之前的沉船残骸，简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不过这一次，海洋之门不仅把公司的招牌玩砸了，连自家 CEO 也搭了进去。我们先来简单的了解一下涉事的潜水器泰坦号。泰坦号是由海洋之门公司设计和建造的第2艘潜水器，船体由钛金属和碳纤维复合材料制成，整个尺寸为6.7米乘以2.8米乘以2.5米的胶囊式座舱，重9525公斤，内部容积不大，只能容纳5个人。根据资料显示，泰坦号使用了4个电机推进器，以5.6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移动，预计下潜深度能够达到4000米。另外，它还配备了实时声学监测系统。该公司声称，这一系统能够在灾难性故障发生之前，监测到碳纤维舱发生曲曲。但是，泰坦号有一个很大的局限性，那就是没有搭载定位系统，它仅仅是靠支援船负责监测距离目标的位置，然后向泰坦号发送文字信息，提供距离和方向上的参考。据了解，在2021年至2022年期间，泰坦号成功完成过几次深潜观光活动。如果不是今年的这起事故，恐怕没有人知道这些所谓的成功经历，其实每一次中途都短暂失联过几个小时。最离谱的是，有次泰坦号距离沉船只有460米，却花了足足3个小时才找到目标。因此，也难怪有不少人对泰坦号的安全系统表示质疑。2023年6月18日上午9点30分，泰坦尼克号探索之旅正式开启。泰坦潜水器上一共有5个人，分别来自海洋之门公司的 CEO 斯托克顿·拉什、英国亿万富翁哈米什·哈丁，同时他也是一位狂热的探险家，还有法国海事专家保罗·亨利·纳格莱特，以及英国籍巴基斯坦裔富商沙赫扎达·达伍德和他19岁的儿子苏莱曼。起初，泰坦号每隔15分钟都会与母舰保持联系，在下降1小时45分钟后，泰坦号来到海平面以下3800米的位置，通信突然中断。按照计划，泰坦号下潜2个小时后便能够到达沉船残骸附近，然后会在当天下午4点30分左右浮出水面。在这期间，母舰反复尝试联系，但都没有回应。果然，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泰坦号没能在预定的时间出现。海洋之门公司立刻启动了紧急救援，在晚上7点10分，美国海岸警卫队正式接到泰坦号失踪的报告。不过，海洋之门公司表示，事情还有希望。因为泰坦号在出发前，他们为乘客提供了96个小时的氧气量，也就是说，在理想状态下，乘客们能够坚持到22日晚上的9点。与此同时，大规模的搜救行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，各种国际船只、侦察机和海底无人机全部出动。但由于地理位置偏远、天气、海况、水温等原因，搜救起来异常困难。但无论如何，救援人员必须争分夺秒，才有可能赶在氧气耗尽前，成功营救泰坦号上的所有乘客。
多名富豪在深海当中失联，这样的新闻一下子就引起了国际关注。由于迟迟没能找到他们的踪迹，大家讨论的方向也逐渐开始往玄学方面靠拢。有人推测说这是泰坦尼克号的魔咒，是海底无数亡魂在作祟。当然，还有人说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，这些富豪压根就没有下水。总之说什么的都有，谣言也是越来越离谱。其实，在事发当天，美国海军水下侦听系统确实收到了特殊的声音信号。经过水声数据分析，深海界的许多专业人士都预感泰坦号可能是发生了内爆。那么，到底什么是内爆呢？其实它指的是潜水器在遭遇强大水压后迅速压毁的情况。一般来说，我们理解的爆炸都是内部压力过大，把这个东西往外顶飞，而内爆恰恰相反，它就是向内塌陷，就是把瓶子带子一下子抽干，瞬间扁掉。6月21日，海上侦察机在水下探测到可疑的撞击声，这让所有人都信心大增。美国海军专家分析了这些声音，不排除是乘客在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。然而，在第二天下午，希望再次被浇灭。搜救队在海面以下3218米的地方发现了泰坦号的尾椎漂浮在海床上。另外，距离船头1609米的方位还有2个断裂的抗压外壳。6月22日，美国海岸警卫队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，一部无人深潜器在距离泰坦尼克号船头大约500米处的地方发现了泰坦号潜水器的残骸，而18日水下传感器记录到的读数也与内爆相符，因此泰坦号潜水器符合灾难性内爆的情况，5名乘客已经全部遇难。据专业人士推测，在事故发生时，泰坦号上面的压力相当于埃菲尔铁塔的重量，当船体内爆的那一刻，它会以每小时2414公里的速度向内挤压，崩溃也不过在毫秒之间。而人类大脑会在25毫秒内才会对外部刺激做出本能反应，因此当船体崩溃的瞬间，空气会自动点燃，人体则会瞬间燃烧殆尽。对于这起举世瞩目的悲剧，卡尔斯坦利非常有发言权。他曾在2019年4月和海洋之门公司的 CEO 斯托克顿一起乘坐过泰坦号潜水器，当时是斯托克顿极力邀请卡尔一起去巴哈马群岛潜水，他还特别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泰坦号拥有创新的碳纤维船体。然而据卡尔回忆，在泰坦号下水前，斯托克顿就提醒他船体可能会发出吱吱的声音，不必惊慌。果然卡尔听到了非常明显的噪音，而且这听上去很不寻常，像是某个区域出现了故障，随时要被海水压扁。虽然他们一行人最后都安全地回到了岸上，但在潜水后的第2天，卡尔还是很担心，于是特地给斯托克顿写了一封邮件，警告他潜水器存在明显缺陷，千万不要操之过急，一定要保证它的安全性。但这封邮件仿佛石沉大海，没有得到任何回复。事实上，斯托克顿对于泰坦号的安全性是非常自信的，甚至可以说到了自负的地步。他引以为傲的特殊碳纤维设计确实非常的坚韧，这一材料也被用来制造飞机机翼和赛车。但没有人能够保证在深海的压力下材料会不会变形，而重复潜水会不会加剧了它的不稳定性呢？更何况连飞机都得定期进行精细的检查，以确保材料和零件没有出现任何故障。而该公司扪心自问一下，这一点你们有做过吗？其实如果没有这起悲剧，泰坦号也不会出现如此多的爆料。该公司曾被质疑偷工减料，用游戏手柄就能操作泰坦号，而斯托克顿本人还承认过自己会去露营商店购买现成的零件，但这些都丝毫不影响他吹嘘自己的公司与 NASA、波音、威斯康星大学都存在合作关系，想必安全性毋庸置疑。另外，泰坦号还号称拥有无敌的安全功能，那就是每次潜水期间都能监控船体的完整性，可事实恰好相反，船体不仅嘎吱作响，还会无故失联。最重要的是斯托克顿的态度，每次他被记者问到有关于安全的问题时，他总是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。他还曾经讽刺过记者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安全纯粹是一种浪费。如果你想安全，那就不要起床，也不要开车，什么都不做才是最安全的。其实多年来，海洋之门公司收到过无数次有关于泰坦潜水器的安全风险警告，都被无视了。一位敢于说真话的运营总监曾经指出，这种碳纤维材料在正常情况下是比一般金属材料更加坚固，但在高压下实际更容易断裂。没想到他这话一出，很快就被解雇了。后来斯托克顿扬言，他的碳纤维设计安全性超越了安全标准。不少专家都出来警告他，这种设计的安全性存疑，如此肯定的说法只会误导大众。最后，不管是劝说还是警告，斯托克顿一句都没有听进去。最关键的是，这类潜水器的探测活动还存在许多模糊的法律法规，这便意味着泰坦号潜水器得不到强制性的监管和监测，再加上它的受众都是有钱有势的人，想必搞定这些都是小菜一碟了。出于安全考虑，百万富翁克里斯·布朗在临行前改变了主意。
差一点点他也要命丧深海。克里斯是遇难者哈米什的朋友，在一次度假当中，他被说动，和哈米什一起报名参加了泰坦尼克号的观光之旅，还支付了定金。然而，克里斯后来查阅了不少资料，发现了潜水器内部的设备看上去一点都不高大上。如果这只是业余玩家的潜艇，倒还说得过去，但现在是要到水下4000米的地方，克里斯始终无法说服自己把命运交给这么简单的东西，于是毅然决然地申请了退款。同样的，肖恩和杰伊·布鲁姆这对父子也是心有余悸。在斯托克顿的盛情邀请下，杰伊准备和儿子一起参加这次冒险活动，结果和克里斯一样，肖恩观看了斯托克顿的介绍视频，根本就不相信这艘潜水器的能力。在交流之间，他发现斯托克顿这个人对该项目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，根本看不到别人担忧的部分，他也完全听不进任何意见，显然已经被蒙蔽了双眼。这样的态度更加坚定了肖恩放弃的念头。后来，即便斯托克顿愿意打折，把价格降到15万美元，但这对父子还是拒绝了他。令人唏嘘的是，那对遇难的父子沙赫扎达和苏莱曼达伍德，其中儿子苏莱曼本身也是不想去的，但是父亲兴致很高，出发那天又恰好是父亲节，苏莱曼不想扫兴，于是就硬着头皮去了。可谁也没想到，竟然会发生这样的悲剧。事故发生之后，海洋之门公司宣称，这些遇难者才是真正的探险家，他们拥有独特的冒险精神。说实话，这听着怪怪的，但也很符合他们公司的设定。毕竟从头到尾，这场活动就是靠着冒险这2个字疯狂营销。试想一下，如果这次没有发生悲剧，他们安全回来了，公司是否会对自己的潜水器更加的有自信，加倍吹嘘呢？反而会弱化最重要的安全问题。这不是在作死是什么呢？当然，即便泰坦号潜水器是非常专业的设备，一切也都合法合规，并且建立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，一旦下水，也没有人能够保证100%的安全。可偏偏泰坦号处处都有安全隐患，还要执意挑战如此高难度的项目，只能说一个敢想，一个敢做，但配不上勇敢、冒险精神这些字眼。如果连功课都没有做好，专业的设备也都没有，那冒险就会变成遇险，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。那么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最后，我们还是为逝者默哀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常怀敬畏之心，生命至上，安全至上。那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